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29号。有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期货操作的建议。记得2周之前，比特币突破我个人第二个上涨目标位$20,700，当时是有再给了一笔做多的建议。希望没有在车上真的不敢做多比特币的朋友，你在观察它有没有可能压回$20,300，也就是这一根 K 线下跌的低档。到现在，比特币已经来到$23,000上方。但是我最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整个中线比特币目前是在箱体震荡，包括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的，有可能这个位置震荡的目的是为了等待2月2号美联储不排除只会加息25个基点。那在相对高档的位置，会不会类似上一次这个位置18000的时候，也是希望朋友们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。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不一定是利好，因为它是在波段空间的高位，现在也是在波段空间的高位。我的观点是，你不要去追哦。今天早上看似虚拟量非常的大，现在是留上影线。那不然今天给一笔多单的建议，狗狗币再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压回0.084，这个位置有3到4个技术支持点，等下来跟大家分解一下，以及狗狗币昨天为什么冲高回落。还是一样啊，这个矩形的上沿就是前面的这个矩形的低档位置，这边有一个压力区，而且空间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，它是下方的这个矩形，上方一个矩形的空间满足位，但是时间还没有满足哦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时间会不会到2月8号，有没有可能在24节气的时间节点，到时候看会不会变盘，或者观察一下短线还有没有压回。等下来跟大家探讨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佣 20%， 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为什么昨天冲高回落。除了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这几个上影线的位置它过不去，就是因为这个矩形的压力位这边是很重啊，大约是在 0.092 左右啊，而且也是这一个矩形翻上来它的空间满足位。那现在整个上影线的位置昨天是又看到一点量的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方法，最近也是一直在判断它到底会不会突破这个矩线。不过有时候狗狗币确实在拉的时候，比特币昨天就开始跌，但是现在又涨了上来，所以最近风格是很乱。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观点就是，如果再看狗狗币会不会涨，就类似昨天的时候，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狗狗币你去观察一下它盘中1个小时有没有放量，特别是这一根是在放量，它后面下跌的时候2根是在缩量，然后再起来的时候这一根已经开始继续放量，你要追应该追在这种位置，盘中有利润你就直接给我抛，不一定要抛在这种最高位，因为也不确定这个高位会不会来到。当然来到这种高位的时候就不适宜再做追价了。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观点是，现在观察还有没有可能压回，我是这样子来观察。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之前是在这个位置有做了一笔多单，但是后面被这一根给洗掉了，是自动止盈掉了。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形态，当时这边是有一个4个小时的 N 型突破，它后面是压回的这个低点来测这个 N 型的低档位置，然后整个4个小时目前已经出了一个上升的趋势，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有可能也不一定会是趋势啊，它目前还是在箱体震荡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升趋势里面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N 型，既然这个 N 型的低档会测，那我们观察一下中线的 N 型它有没有可能去测这个 0.080， 就是这几个收盘价的附近。当然短线它已经都有开始支撑的迹象，就是这个 N 型收盘，这个开盘，这个收盘，就是这几根 K 线实体的上沿位置啊，它这一个低点目前是在测这个 N 型的高档位置，大约是在 0.086。 短线就观察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守，如果不能守，比特币会不会继续震荡，如果它继续震荡不能守，那我们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也就是前几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低档位置，它是在踩 Vegas 4个小时的 Vegas， 它是在踩这个144，那现在已经是慢慢在上移到接近这个 0.085 附近，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观察还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一个 0.084 的位置同样也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布林线4个小时它的下轨位置，
也是在接近这个 0.084 的位置，因为上一次这个低点也是破了这个下轨，也是一个买点，所以这一次我们再观察，如果要选择做多，狗狗币还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个下轨位置啊？然后我想再跟大家聊一下，目前整个日线它为什么还是选择在区间震荡，可以再参考一下，比如说20年当时狗狗币井喷的一个行情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它不是周线里面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，牛熊线它是压回了17根左右周线啊，现在压了可能最多就12根，但是它已经早早的突破了这一个牛熊线，也就是20的一个均线上方，可能类似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拉进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一个位置啊，可以明显观察一下这一根 K 线它突破了这一个牛熊线，后面是震荡了2根，还有一根下跌 K 线低档，再来踩一次这一个牛熊线，后面再突破，所以目前的位置我们也可以拉进去观察一下，它现在感觉形态是非常的下，这一根突破，然后在这个周线里面震荡了2个，我的观点是还有没有可能再压回这个位置，你再去观察一下，也就是0.084 4个小时你可以当成一个短线的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也是接近这个周线的20的 EMA 哦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今天早上的一个冲高回落，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就这一段时间它不断的在收螺旋的 K 线，有可能是说明这个位置主力也是在洗盘，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到，就目前的区间，如果我们看 KD 指标，它已经破了80了，它是利用横向被动的把这一个 KD 指标破了80，目前我的观点是，你如果要再找买点，你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大跌，然后看有没有买点，就类似这种 K 线的大跌，当然它不一定会跌得很深啊，因为这一次整个区间的形态都感觉非常的强势，这一根是最重要的一根表态的 K 线，它每一次收盘价只有这一根下跌是收在这一根 K 线收盘价的下方，其他的 K 线全部都是在这一根 K 线的上方。那 K 线整理的形态，如果一根大涨的 K 线，以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它要整理的形态，一种是最强势的，在这一根 K 线收盘价上方震荡，这种是属于超强势的一个震荡。那如果中等一点的整理，它有可能会整理到这一根 K 线的一半附近遇到支撑，然后看整理到位以后会不会再突破。那最弱的一种情况就是整理到这一根 K 线的开盘价附近啊。所以目前很明显的观察，这一根 K 线它一直在震荡的区间都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局限，有没有可能类似天天在跟大家讲的，就类似20年疫情爆发以后一波拉升涨上来，它后面其实这一根 K 线是很重要的一个表态的 K 线，后面上去高点都是一个区间的高位啊，就是它在这整个箱体震荡一段时间，就是这一根 K 线的每次遇到这种位置的时候它都会有支撑，所以我目前的一个观点是，我们在观察如果这根 K 线弱势的一个情况，它在这个位置整理区间到位，有没有可能挖一个坑，或者是接近这一根 K 线一半的附近，也就是这个高点的位置，讲的有几天，大约一个支撑位是在21,500到21,600美金附近，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一个支撑区，也就是接近目前的20 MA， 它还在以一定的速度往上移。现在的一个10均线，我跟大家讲，不要去参考，参考意义不大了。前面都是沿着这一条黄色的10的均线在不断的上钩，没有破过，这一次不排除它只要横向震荡，随时都有可能破这个10 MA。我的观点是，下一步如果要进攻，你去观察有没有可能踩一次20 MA， 然后看会不会再往上去进攻。因为记得在21年7月份的时候，当时也是有一波大涨的行情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，21年的7月份它涨上来以后踩的这个位置就是在踩这一根红色的20 MA， 后面是继续上去。所以现在我的观点是，比特币我个人还是看有可能会是继续震荡为主哦，你就尽量观察一下，包括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到Vega 是4个小时，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会踩一次这个144。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以太坊，其实也是一样，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需要区间来震荡，包括它的量能目前也是在缩量的结构，你没有看到1个小时有放量突破，今天早上感觉是有一个放量，但是我的观点也是一样，大盘有可能是在震荡，你放量的时候也不应该去追哦，有可能目前还是在区间震荡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